青少年的情绪特征与父母的应对策略。青少年的情绪就像海边的潮汐，有时平静如湖，有时波涛汹涌。父母经常感叹，明明昨天还笑得那么开心，今天却像只炸毛的小刺猬。其实青少年的情绪变化是有原因的，随着身体激素的变化和脑部发展的加速，他们比以往更敏感，更容易受到环境影响。作为父母，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情绪特征，学会如何智慧地应对。情绪特征火山与迷雾的双面性。一、情绪波动大，反应强烈。青少年时期，他们的大脑特别活跃，但控制情绪的前额叶尚未完全成熟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件小事可以引发他们的情绪火山爆发。二、对自我形象敏感。青少年对自己的外貌、能力、社交圈极度关注，一句无心的批评可能在他们心里掀起大风浪。三、渴望独立，但又需要支持。他们希望摆脱父母的束缚，但又希望在需要时能获得支持。这种矛盾感让他们的情绪变得更加复杂。有一天晚上，维如的妈妈突然发现桌上的手机不见了，她高声喊道：维如，你是不是又拿我的手机去玩了？维如从房间走出来，眼睛红红的。我只是借来拍张照片，马上还你。妈妈看到她这样，心中的火焰又燃得更旺。借了，怎么不说一声？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还这么没规矩？维如听了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回房间，摔上门。从里头传来哽咽声：你根本不懂我。晚餐桌上，气氛冷如冰窖。爸爸皱着眉头问：你又怎么了？妈妈闷声回答：我能怎么了？是你女儿太没礼貌。几分钟后，爸爸温声说：我刚才去问了维如，她今天跟同学闹了矛盾，想用你的手机照片记录作业。她本来就心情不好，你刚才又吼她，你觉得她会怎么想？妈妈沉默了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反应过激了。隔天早上，妈妈主动和维如道歉，并约定以后任何借用都提前说明。维如低头说：对不起，昨天不是故意的。母女俩的冷战终于化解。父母的应对策略：一、聆听，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。当孩子情绪激动时，父母首先要做的不是教育，而是聆听。孩子需要被理解，而不是被指责。像故事中的妈妈，如果当时问一句：你为什么要借手机？事情可能不会发展得那么激烈。二、暂停，避免情绪对撞。父母的情绪也会影响孩子，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，应该先冷静，避免说出伤害感情的话。可以用深呼吸或短暂离开的方式缓和气氛，
3、接纳，给孩子情绪空间。青少年的情绪不一定有逻辑，他们需要一个能安全表达的空间，即使你不认同，也要让他们感受到你接纳他们的情绪。4、教导，用案例帮助他们管理情绪。例如，如果孩子因为同学的一句话生气，可以和他一起分析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说？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呢？这样的提问能帮助孩子更理性地面对情绪。实作练习，情绪沟通练习。步骤1，观察孩子的情绪信号，每天记录孩子的情绪表现，例如何时情绪高涨，何时情绪低落，并尝试找出触发点。步骤2，模拟对话练习，和孩子进行假设场景对话，例如，如果下次你觉得委屈，可以怎么和我们沟通？步骤3，建立情绪接纳的习惯，每天花5分钟问孩子，今天开心的事是什么？有没有让你不舒服的事？让孩子习惯分享情绪，而不是压抑。结语，情绪管理是亲子成长的双向道路。青少年期的情绪是父母和孩子一起面对的挑战，但也是彼此成长的机会。透过理解和支持，父母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地管理情绪，也能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。当父母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同理心和沟通是解开亲子冲突的钥匙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